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听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重要，但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话题。在身体开始大喊大叫之前，我们要怎么学会听身体说话？也许你也有这样的感觉，明明身体已经不太舒服了，可是你还是告诉自己，没事，我还能撑一下。今天我们就慢慢聊一聊这件事。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身体，是在身体已经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比如突然生病了，突然很累，突然头痛、胃痛、睡不着。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说，我是不是太累了？我是不是该休息一下了？可是其实，在身体开始喊疼之前，它已经给过我们很多很小、很轻的信号了，只是我们没有听。身体不会一下子大声说话，大多数时候，它是先小声提醒你。比如，你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觉得特别不想动；比如，你一想到工作，就觉得心很重；比如，你最近常常忘事情，注意力不集中；比如，你晚上明明很累，却怎么都睡不着。这些都不是没用的小问题，它们都是身体在跟你说话。可是我们常常不听，我们会说，大家都这样，再坚持一下就好了。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。我们用很大的道理去压很小的感觉，久了，身体就会发现，原来你不听我小声说话，那我只能大声一点了。于是他开始用疼痛、发烧、失眠、情绪失控来让你停下来。学会听身体，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它不需要你变得很专业，也不需要你每天做很多复杂的事情。它只是需要你多一点注意，多一点诚实。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分清楚累和真的很累。有时候我们说累，只是因为今天事情多了一点，但有时候那种累是从身体深处出来的，是睡一觉也不太能解决的。那种累常常会让你对很多事情都没兴趣，连平时喜欢的东西也提不起精神。如果你发现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，那可能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你真的需要慢下来。你也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些很简单的问题，比如，我最近睡得好吗？我最近吃饭有规律吗？我最近有没有真正放松过？这些问题听起来很普通，但它们能帮你看见身体现在的状态。很多人一边说自己很累，一边每天睡很晚，吃得很随便，还一直用手机。身体不是机器，它不能一直这样工作。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信号是情绪。身体和情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你心里压着很多东西，身体也会感觉到。比如，有些人一紧张就胃不舒服，有些人一生气就头痛，有些人长期不开心就常常感冒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身体在帮你表达你没有说出来的东西。你可以试着对自己的情绪也多一点关心。当你突然很容易烦，很想哭，很想躲起来的时候，
不要马上告诉自己，我不应该这样。你可以先问一句，我是不是太累了？有时候，情绪不是问题，它只是信号。听身体，还包括学会尊重自己的节奏。我们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，有些人早上精神好，有些人晚上更清醒，有些人需要很多社交，有些人一个人待着才会充电。可我们常常用别人的生活方式来要求自己。如果你总是用不适合自己的方式生活，身体一定会抗议。比如，有些人真的不适合每天都排满事情，但他觉得大家都很忙，我也不能慢。于是，他每天都很紧张，很累。再比如，有些人其实需要很多休息，但他觉得休息等于懒，所以连休息的时候也在责怪自己。这样的生活对身体来说是一种长期的压力。学会听身体，也意味着学会在还没出问题的时候就停一下。你不需要等到生病才有资格休息，你不需要等到完全没力气了才对自己好一点。休息不是奖励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你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，比如累的时候真的站起来走一走，比如饿的时候认真吃一顿饭，比如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再硬撑。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些没有目的的时间，不是为了学习，不是为了进步，只是为了让身体和心都慢下来。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不习惯，你可能会觉得内疚，觉得自己不够努力。但请记住，照顾身体不是放弃生活，而是为了能走得更远。如果你一直忽略身体，它迟早会用更大的方式让你停下来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是学会对身体说感谢。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身体真的一直在为你工作。它每天帮你呼吸、走路、思考、感受。就算你对它不好，它也尽力撑着你。当你开始尊重它、照顾它，你们的关系也会慢慢变好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这段话，也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听身体了，那也没关系。现在开始，永远不晚。你不需要一次就做得很好，只要比以前多听一点点，就已经很棒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在身体大喊之前，怎么学会听身体说话。希望你听完以后，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温柔。谢谢你愿意花时间听这段简单的中文。希望你接下来的一天能慢一点，轻一点。我们下次再聊，再见。